凌晨3点，我坐在公司天台吹风，卷不动也躺不平，烦心事多的能把我淹死。突然，这时身后铁门哐当一声被踹开，我那冰山女老板林雨涵穿着高跟鞋跑得气喘吁吁，她指着我声音都在抖：“你别动！”我一愣，刚想说我就是上来透透气，她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天大的决心，冲我喊道：“不就是缺个媳妇吗？你下来我嫁给你！”我彻底懵了，这年头吹个风还能捡媳妇，而且还是个冰山美女总裁。我叫陈峰，一个平平无奇的上班族，每天挤着早高峰的地铁，吃着15块钱的猪脚饭，在公司的格子间里敲着键盘，应付着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这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人生体验剧本，演了3年有点腻了，尤其是在又一次被我妈电话催念叨了足足1个小时后，陈峰啊，你都28了还不找对象？你看隔壁王阿姨的儿子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妈，你什么你？是不是没钱？妈给你打，是不是长得不行？那你也得主动点啊！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城市的璀璨灯火一直我陈峰明面上是这家风雨科技公司策划部的一个小透明，实际上我是这家公司的幕后大老板。不说小了，整个金海市最顶级的商业中心天启广场是我家开发的。我爸陈天启常年霸占全球富豪榜前10，我妈掌控着一个庞大的珠宝帝国，而我是他们唯一的儿子。3年前我拒绝了家里安排好的一切，包括和另一个豪门苏家的联姻。我的前未婚妻苏清月，一个眼高于顶的女人，当着2家人的面指着我的鼻子说：“陈峰，你除了会投胎还有什么？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也配得上我？”我当时就笑了，我不是废物，我只是单纯的累了，厌倦了那些虚伪的笑脸，厌倦了无休止的商业算计，厌倦了身边每一个人都带着目的接近我。于是我跟家里打了个赌，隐姓埋名出来体验普通人的生活。我爸妈拗不过我，只能由着我胡来。每个月往我卡里打的零花钱我都懒得去看，我只想看看不靠陈天启儿子这个身份我能活成什么样。结果就是现在这样，加班催婚一堆破事。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走上了公司顶楼的天台。夜风很凉，吹在脸上让我混乱的脑子清醒了不少。我只是想一个人静静思考一下这个无聊的游戏是不是该结束了。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哐当一声巨响，天台的铁门被人一脚踹开了。我回头看到了我们公司的美女总裁林雨涵，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职业套裙，踩着7厘米的高跟鞋，胸口剧烈的起伏着，显然是跑上来的。精致的妆容下，一张俏脸写满了焦急和紧张。林雨涵，我们公司的传奇人物，26岁常青藤毕业，回国后一手创立了风雨科技，短短3年就做到了行业前列。她是公司所有男同事的梦中情人，也是所有女同事的偶像，更是出了名的冰山美人工作狂魔。据说她开会时能把犯错的总监骂到当场辞职。我跟她唯一的交集就是她偶尔会来我们部门视察，目光从我身上扫过，停留不会超过0.1秒。此刻她却死死地盯着我，像是怕我下一秒就从这30层的高楼上跳下去。你别动！她喊道，声音因为急促而有些颤抖。我愣住了，举起手里的啤酒罐，刚想解释，老板你别冲动。她打断我，往前走了2步，又不敢靠得太近。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项目被抢了，女朋友也跟你分手了，但是没什么过不去的坎。我更懵了，项目被抢，那是隔壁组的老李，女朋友分手，我连女朋友都没有，她从哪听来的这些八卦？生活再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想想你的父母。林雨涵继续劝着，语气里带着一种她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慌乱。我看着她，忽然觉得有点好笑，这还是那个在会议室里杀伐果断的冰山女王吗？你听我说，我试图解释，我就是上来吹吹风，我懂。她一脸我全都明白的表情。男人嘛，自尊心强，有什么事都喜欢自己扛着，但是你还年轻，未来还有无限可能。她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似乎想找机会扑过来抓住我。我哭笑不得，干脆靠在栏杆上好整以暇地看着她。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的问题似乎让她噎了一下，她站在原地，眉头紧锁，像是在做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夜风吹起她的长发，拂过她白皙的脸颊，几秒钟后，她像是下定了决心，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不就是催婚压力大，缺个媳妇吗？她深吸一口气，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喊了出来：“你下来，我嫁给你！”空气瞬间凝固，晚风似乎都停滞了。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她的脸上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还带着一丝豁出去的疯狂，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只是上来吹个风，思考一下人生，怎么就捡了个媳妇，还是我的顶头上司，身价过亿的美女总裁。这剧情比我3年前离家出走还要离谱。我承认那一刻我心动了，不是因为她的美貌，也不是因为她的身份，而是因为她那双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干净的疯狂。在这个所有人都戴着面具的世界里，这种不加掩饰的情绪珍贵的像个笑话。我看着她，她也紧张地看着我，我能看到她紧紧攥着的手指节都发白了。林总，我慢悠悠地开口，你这是在跟我求婚？她的脸刷的一下红了，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但她还是挺直了背脊，像一只骄傲的天鹅。是你没听错，她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只要你从那上面下来，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为什么？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她，没有为什么。她眼神有些闪躲，但语气依旧强硬，你只要回答我你下不下来。我笑了，我当然知道为什么。林雨涵的压力比我这个小职员大多了，公司里早就传遍了，她家里一直在逼她商业联姻，对方是个臭名昭著的纨绔子弟，她一直死扛着，最近似乎被逼到了绝境，找我这个老实本分、家世清白、无依无靠的员工假结婚，是她能想到的最快也最安全的解决办法，既能应付家里，又能找个知根知底、方便控制的工具人。而我在她眼里，大概就是那个即将被生活压垮、急需一根救命稻草的可怜虫。她以为她在拯救我，却不知
知道我只是在看一场有趣的戏。好啊，我从栏杆上翻了下来，稳稳地落在他面前。我比他高出一个头，微微低头就能看到他因为紧张而轻颤的睫毛，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混合着香水和洗发水的清冷香气。去民政局现在？我问他，显然没料到我答应的这么干脆，愣了一下才猛地回过神，后退了一步，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对，现在他恢复了总裁的派头，从包里拿出手机，我让助理把户口本送过来，我的也在。我晃了晃手里的钥匙，上面挂着我租住的那个小单间的钥匙以及户口本，我妈非要塞给我的，说万一哪天我想通了就能立刻领证。没想到一语成谶，林雨涵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惊讶有审视，还有一丝如释重负。半小时后，民政局门口，我和林雨涵一人拿着一个红本本面面相觑，工作人员看我们的眼神充满了祝福和一丝诡异，毕竟谁会凌晨4点来领结婚证呢？因为林雨涵给民政局的一位领导打了个电话，对方立刻派人加班为我们开了绿色通道，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好了，陈峰，林雨涵收起结婚证，表情恢复了平时的清冷。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合法夫妻了。老婆，我从善如流的喊了一声，她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耳根又开始泛红。在公司不许这么叫我，她立刻强调，我们是隐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关系。行，林总，我点点头。还有，他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这张卡你拿着，密码是你生日，里面有50万，算是我们婚后的生活费，不够再跟我说。他顿了顿，补充道，你之前那个项目被抢了也别太难过，我会让 HR 给你调个清闲的岗位工资照发，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吧。我看着他递过来的卡没接，什么意思？林总这是要包养我？他的脸瞬间涨红，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你胡说什么？这是夫妻共同财产。他把卡硬塞到我手里，你一个大男人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养家吧？话说的理直气壮，但眼神里的那点我就是养你了，你得听我话的意味根本藏不住。我低头看着手里的卡，心里乐开了花，太有意思了。我陈峰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女人用钱砸，还是我名义上的老婆。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收起卡，笑眯眯的看着他，老婆，我们现在去哪？回你家还是回我家？我的家是一个30平米的出租屋，他的家是市中心价值上亿的顶级江景大平层。林雨涵显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眉头微蹙。去我家。他最终做了决定，你的东西明天找人帮你搬过去。他大概是觉得让我这个新婚丈夫第一天就住进狗窝一样的出租屋，有点说不过去。好嘞，我拉开车门，坐上了他的玛莎拉蒂副驾，系好安全带。他叮嘱了一句，发动了车子。车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平稳行驶。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又看了看身边一脸严肃，仿佛在执行什么重大任务的林雨涵，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我那无聊的人生体验游戏，好像突然变得有趣起来了。林雨涵的家在京海市最顶级的富人区云顶天宫，巧了，这个楼盘也是我们家开发的。我当年还吐槽过这名字太中二，被我爸骂了一顿。玛莎拉蒂停在地下车库，我们乘坐专属电梯直达顶层。电梯门打开是一个巨大的玄关，进来吧。林雨涵换上拖鞋，从鞋柜里拿出一双崭新的男士拖鞋递给我。家里没有别人，只有一个钟点工阿姨，白天会过来打扫。我换上鞋，跟着她走进客厅，360度的全景落地窗，将整个京海市的夜景尽收眼底。装修是极简的黑白灰风格，一丝不苟，井井有条，就像她本人一样。你的房间在那边。她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一间客房，里面东西都是新的，你看看还缺什么？明天让阿姨去买。我们不睡一间房吗？我故作惊讶地问。林雨涵的脸疼得一下又红了。陈峰，他又羞又恼瞪着我。我们是协议结婚，你不要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什么想法？我一脸无辜。我们是合法夫妻，睡在一起不是很正常吗？他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总之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进我的房间。说完，他就逃也似的走进了主卧，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看着紧闭的房门，耸了耸肩，有意思，这只外表高冷的猫爪子还挺利。我走进客房，房间很大，带着独立的卫浴和衣帽间，床品家具一应俱全，确实都是新的。我洗了个澡，换上衣帽间里备好的睡衣，躺在柔软的大床上，折腾了一晚上，确实有点累了，但我睡不着。我拿出手机，点开了一个加密的聊天软件，里面只有一个联系人，备注是老王。王中跟了我爸30年的心腹，现在是我在幕后的大管家。我离家出走这3年，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在帮我打理。我发了条信息过去，帮我查个人，林雨涵，风雨科技的总裁，所有资料越详细越好。几乎是秒回，老王少爷，您终于对女人感兴趣了。后面跟了一连串的感叹号。废话少说，赶紧去查。老王是保证完成任务。另外少爷，苏家那边最近有点不老实，好像在暗中针对风雨科技。我眼神一凝，苏家，苏清月，具体说说。老王，苏清月不知道从哪搭上了海外的黑药资本，最近在市场上动作很大，风雨科技好几个核心项目都被他们用不正当手段抢走了。我怀疑他是想通过打压风雨科技来向您示威，向我示威。我嗤笑一声，那个女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当年退婚的时候她骂我是废物，现在是想证明她比我这个废物强吗？可惜她打错了算盘，她以为风雨科技只是一个普通的创业公司，却不知道这家公司的天使轮投资是我匿名投的。某种意义上，林雨涵是在给我打工，而现在她成了我的老婆。苏清月想动我老婆的公司来向我示威，这简直是送上门来给我打脸。我回复老王，苏家那边先不用管，让他蹦跶几天，把黑药资本的资料也发给我。老王，好的少爷，您和林总我们结婚了。手机那头沉默了足足1分钟，然后老王的消息像炸了一样弹出来。老王少爷，您结婚了？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老爷和夫人知道吗？老王，是林雨涵那个女总裁，她怎么会跟您？说来话长，总之这件事保密，尤其是我爸妈那边。老王，是我明白。少爷您放心，那需要我为少夫人做点什么吗？比如把苏家直接按死，不用我自己来。关掉手，我嘴角的笑意更深了。苏清月、林雨涵，我的前未婚妻和我现在的老婆，这2个女人竟然还是商业上的死对头，这出戏真是
是越来越精彩了。我闭上眼睛，开始期待明天的到来。不知道当我这个吃软饭的丈夫出现在风雨科技的公司里时，会是怎样一副光景。第二天，我是在一阵食物的香气中醒来的。我走出房间，看到林雨涵穿着一身居家的休闲服，正系着围裙在开放式厨房里忙碌。晨光透过落地窗洒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没有了职业套装的包裹，没有了冰冷气场的加持，她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温柔居家的妻子。餐桌上已经摆好了2份早餐，三明治、煎蛋还有热牛奶。醒了，她听到动静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不自然。过来吃早餐吧，你做的。我有些惊讶。她点点头，解下围裙，随便做的，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我坐下来咬了一口三明治，味道出乎意料的好，手艺不错。我真心实意的夸奖道。她似乎松了口气，嘴角微不可察的翘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淡。吃完饭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她问。上班啊，我说。她皱了皱眉，我已经跟人事打过招呼了，给你调到了档案室工作，很清闲，你可以不用每天都去。那不行。我摇摇头，在其位谋其政，档案室也是公司的一份子，我得站好我的岗。我一脸的义正言辞。林雨涵看着我，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赞许，还有一丝怜悯。她大概觉得我这个小职员虽然能力不行，但职业操守还是挺不错的。随你。她没再多说，低头喝着牛奶。吃完早餐，我们一起下楼，在地下车库，她走向她的玛莎拉蒂，我走向了地铁站的方向。她叫住我，怎么了，林总？我回头笑得一脸灿烂，没什么。她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发动车子绝尘而去。我看着她车尾灯消失的方向，心情愉悦地吹了声口哨。装穷也是个技术活，我可不能第一天就露馅。我慢悠悠地晃到公司打卡，然后直奔档案室。档案室在公司最偏僻的角落，只有一个50多岁快退休的刘姐。看到我来，刘姐热情地招呼我：小陈来了，林总都跟我说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工作轻松，有什么事我担着。我笑着应下，找了个位置坐下。这里确实清闲，一上午都没什么事，我乐得自在。拿出手机开始研究老王发来的资料。苏清月，苏氏集团的千金，从小就是天之娇女，商业手腕确实有2下子，但为人太过傲慢，刚愎自用。黑曜资本华尔街的新贵，行事风格激进，喜欢做恶意收购。苏清月搭上黑曜资本，无异于与虎谋皮。我看着资料，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这个女人为了赢我，已经不择手段到这个地步了吗？她想打压风雨科技，无非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她当初退婚是正确的，我陈峰就是个配不上她的废物，然后再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回到我面前，看我后悔痛苦。想法很好，但她算错了一件事，我陈峰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她想踩着我的女人上位，也得问问我同不同意。中午我去食堂吃饭，刚打好饭，就听到旁边几个女同事在叽叽喳喳的议论。听说了吗？策划部的陈峰被调到档案室去了。真的假的？他不是刚负责一个大项目吗？什么大项目？早就被抢了。听说他得罪了客户，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林总没开除他都算是仁慈了。啧啧，真惨。长得还挺帅的，可惜是个草包。何止是草包，我还听说他女朋友也把他甩了，就是因为他太穷了没本事。我端着餐盘面不改色的从他们身边走过。这些流言不用想也知道是谁传出来的，除了我的好老婆林雨涵还能有谁？他把我调到档案室又放出这些消息，无非就是想坐实我落魄失意的人设，好让他拯救我的行为显得更加合情合理，真是用心良苦。我找了个角落坐下，刚吃2口，一个人影就坐到了我对面，是林雨涵。她一出现，整个食堂瞬间安静了一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这张桌子上。林总，我平静地打了声招呼。他点点头，将自己餐盘里的一块红烧肉夹到了我的碗里。食堂再次陷入死寂，所有人都用一种见了鬼的表情看着我们。我能清晰地听到周围传来的倒吸冷气的声音。冰山女王林总竟然给一个男同事加菜，还是一个被下放到档案室的废物，这是什么惊天大新闻？我看着碗里的红烧肉，又看了看对面一脸坦然的林雨涵，差点笑出声。我这位新婚妻子演戏还挺上瘾，她这是在干什么？向全公司宣告这个男人是我罩着的，多吃点。她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看你都瘦了。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心疼。我配合地把红烧肉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谢谢林总。他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起身端着几乎没怎么动的餐盘离开了。他一走，食堂瞬间炸开了锅，我成了风暴的中心，无数道探究极度鄙夷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我泰然自若地吃完饭，在众人的注目礼中慢悠悠地走回了档案室。我知道从今天起，陈峰是林总的秘密情人，这个桃色新闻就要传遍整个公司了，而我也正式开启了我的软饭男生涯。接下来的几天我过得无比惬意，每天在档案室喝茶看报玩手机，准时上下班。回家后林雨涵已经做好了晚饭，虽然她依旧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但从她越来越熟练的厨艺和越来越合我胃口的菜色来看，她显然是下了功夫的。我们分房睡，互不干涉，但每天早上她都会比我早起半小时准备好早餐。晚上我洗澡的时候，她会默默地把我换下来的衣服拿去洗好烘干。她就像一个尽职尽责的妻子，努力扮演着她的角色，而我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的照顾。这种感觉很新奇，被人照顾，被人放在心上。虽然我知道这其中大部分是出于她的责任感和同情心，但不得不说我有点享受。这天晚上我刚洗完澡出来，就看到林雨涵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她的脸色很差，眉头紧锁，死死地盯着屏幕。怎么了？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她没有抬头，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愤怒。苏清月她简直是疯了。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屏幕，上面是一份竞标方案，新海湾的那个项目。我问，新海湾
安市市政规划的一个重点文旅项目，总投资超过50亿。风雨科技为了这个项目准备了足足半年，林雨涵更是亲自主抓熬了好几个通宵。我们的标底泄露了，林雨涵的声音有些沙哑。苏清月旗下的星月传媒用比我们低了仅100万的价格拿下了这个项目，内鬼！我挑了挑眉，除了这个没有别的解释。林雨涵一拳砸在沙发上，眼圈都红了。我查了，是我们项目组的一个核心成员被苏清月用3倍的薪水和期权给挖走了。为了这个项目，我们整个团队付出了多少心血，现在全完了。他说着，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哭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脆弱的样子，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冰山女王，而是一个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无助又委屈的小女孩。我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的触动了一下，我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别难过了，一个项目而已。她猛地抬起头通红的眼睛瞪着我，你懂什么？这不是一个项目的事，这是苏清月在向我宣战，她抢走星海湾，下一步就是要吞掉我们整个公司，她没那个本事。我淡淡的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她像是被我的轻描淡写刺激到了，你根本不知道苏清月有多可怕，她背后是黑曜资本，是整个华尔街，我们拿什么跟她斗？她激动的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明天就去找银行，就算抵押我所有的股份，我也要跟她拼到底。看着她这副要拼命的架势，我叹了口气，坐下。我说，我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林雨涵愣了一下，下意识的就坐回了沙发上，把你的电脑给我。我伸出手，她迟疑的看着我，你想干什么？帮你把项目抢回来。她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你陈峰，我承认你工作态度很好，但是这不是你那个层面能解决的问题，你连竞标方案都看不懂，怎么？她的话没说完，因为我已经拿过了她的电脑。我把电脑放在腿上，手指在键盘上快速的敲击起来，屏幕上无数代码如瀑布般划过。林雨涵看得目瞪口呆，她完全无法把我眼前这个眼神专注、指速如飞的男人和公司里那个只会整理档案的废物联系起来。不到5分钟，我停下了动作。好了，她结结巴巴地问，什么好了？我把电脑转向她，屏幕上是一封刚刚发送成功的邮件，收件人是星海湾项目总负责人理事长的私人邮箱。邮件内容很简单，只有一份文件，文件的标题是关于黑曜资本恶意扰乱市场秩序及非法商业行为的调查报告。这时，林雨涵瞪大了眼睛。苏清月以为他搭上了华尔街的大船，却不知道这条船早就千疮百孔了。我靠在沙发上慢悠悠地说，黑曜资本这几年在海外的投资大部分都是庞氏骗局，这份报告里有他们做假账、操纵股价、非法洗钱的所有证据。只要理事长看到这份报告，你觉得他还会把市政的重点项目交给一个和这种公司有牵连的企业吗？林雨涵彻底傻了，他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外星人。你是怎么弄到这些的？他的声音都在发抖。山人自有妙计。我冲他眨了眨眼。现在你该担心的不是苏清月，而是想想明天项目失而复得，该怎么跟董事会解释。说完，我打了个哈欠，起身回了自己房间。早点睡吧，老婆，天塌下来有老公给你顶着。留下这句话，我关上了房门。客厅里，林雨涵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脑屏幕，久久没有回过神来。他的世界观在今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第二天，我依旧像个没事人一样去档案室报道。刘姐见了我，神秘兮兮地凑过来说，小陈听说了吗？公司出大事了。什么大事？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星海湾那个项目，昨天不是说被星月传媒抢走了吗？结果今天一早市政那边就打电话过来，说星月传媒因为涉嫌商业欺诈被取消了资格，项目又回到我们公司了。刘姐说的眉飞色舞，好像是她力挽狂澜一样。不仅如此，我还听说那个苏清月还有她背后的黑曜资本都被金针的人带走调查了，这下可是捅了天大的篓子。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哎，你说这是奇不奇怪？刘姐感叹道，就好像有神仙在背后帮我们林总一样。我笑了笑没说话。神仙？我可不是神仙，我只是一个想让老婆开心的软饭男而已。中午我正在食堂吃饭，林雨涵的助理小跑着过来，恭敬地对我说，陈先生，林总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陈先生？我挑了挑眉，昨天还叫我陈峰，今天就变成陈先生了。看来昨晚的事情给他带来的冲击不小。我跟着助理来到顶层的总裁办公室，林雨涵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听到我进来，他转过身。今天的他看我的眼神和以往完全不同，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审视，也不是带着同情的怜悯，而是一种充满了探究、好奇、震惊以及一丝畏惧的复杂情绪。你来了。他的声音有些干涩。林总找我有什么事？我明知故问。他沉默了片刻，似乎在组织语言。昨晚的事谢谢你，举手之劳。我说举手之劳。他苦笑一声，你知不知道你那份邮件在金海商界掀起了多大的风暴？苏家完了，黑曜资本在亚洲的业务也全线崩盘，你这不叫举手之劳，这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死死地盯着我，一字一顿地问，陈峰，你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终于还是来了。我看着他不答反问，我是谁很重要吗？重要。他上前一步，情绪有些激动，你住在我家，你是我法律上的丈夫，我连你到底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这不是很可笑吗？我是你的员工陈峰，也是你的丈夫陈峰。我平静地看着他，这个答案你满意吗？我不信。他摇着头，眼神里充满了迷茫。一个普通的员工怎么可能知道黑曜资本的核心机密？怎么可能一个晚上就扳倒苏家？你肯定不是一般人，你一直在骗我。看着他快要崩溃的样子，我叹了口气，好吧，我摊牌了。他的眼睛瞬间亮了，充满了期待。我清了清嗓子，一脸严肃地说，其实我是一名退役的王牌黑客，代号孤狼，因为厌倦了刀光剑影的生活，所以才隐姓埋名，想过普通人的日子。林雨涵张着嘴，一脸的难以置信。黑客？对，我点点头。所以入侵一下服务器，搞点资料，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这个解释是我临时想出来的，半真半假最容易让人相信。果然，林雨涵的表情从震惊慢慢变成了然。原来是这样，她喃喃自语。这个解释似乎完美的回答了她所有的疑问，也让她心里对我这个丈夫的形象有了一个全新的，虽然有点离谱，但勉强能接受的认知。所以，她看着我，眼神复杂。你之前说的那些，
解，项目被抢，女朋友分手都是假的，项目是真的被抢了，不过是牢里的，女朋友分手是假的，我一直单身。我诚实的回答。他的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红，他终于意识到那天晚上在天台，他对着我输出的那一通安慰是多么的自作多情。那你为什么不解释？他又羞又恼。我解释了，你没听啊？我一脸无辜。你当时那么激动，我怕我再说下去，你就直接扑过来了。他的脸更红了，像熟透的苹果，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暧昧。嗨嗨，他清了清嗓子，强行把话题拉回正轨。既然你是黑客，那你来我公司到底有什么目的？我说我想过普通人的生活。我看着他认真的说，在风雨科技当个小职员挺好的，至少这里有个关心我的老板。我的目光意有所指，林雨涵的心跳漏了一拍，他不敢看我的眼睛，转身走回办公桌后。既然你不想暴露身份，那以后在公司你还是档案室的陈峰。他顿了顿，补充道，不过以后公司再遇到类似的网络安全问题，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乐意笑老婆，我笑眯眯的说，在公司不许这么叫我。他立刻炸毛，好的林总，没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等一下，他叫住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递给我，这个给你。我打开一看，是一块百达翡丽的手表，星空系列的限量款，价值7位数。什么意思？奖励我的？我挑眉，不是。他连忙否认，这是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男款的我戴不了，放着也是浪费，就送给你了。这个借口找的真是蹩脚。我看着他泛红的耳根，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女人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她的感谢和歉意，也是在不动声色地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的包养到现在的赠礼，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收下手表，戴在手腕上，尺寸刚刚好，挺好看的。我说谢谢老婆。说完不等他发作，我转身就走。身后传来了他气急败坏但又明显底气不足的声音，都说了在公司不许乱叫。苏家倒台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金海市的上流圈子里炸开了锅。所有人都没想到，曾经不可一世的苏家竟然会在一夜之间说倒就倒。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苏清月被金针带走时那副失魂落魄狼狈不堪的模样。据说他被带走前还在疯狂地打着一个电话，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陈峰是陈峰干的，他怎么敢。这个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我前未婚妻的那些好闺蜜耳朵里。很快我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娇滴滴的女生。是陈峰陈大少爷吗？我听出了这个声音是苏清月闺蜜团里叫的最欢的一个，好像叫什么李丽。当初退婚宴上她可是没少对我冷嘲热讽。是我淡淡的应了一声，哎呀，陈少好久不见啊。李丽的语气热情的有些过分。我们姐妹几个在青城会所组了个局，想请您过来聚一聚，给您赔罪呢。赔罪？是啊是啊。她连忙说，以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您才是真正的大佬。清月那个不长眼的竟然敢跟您退婚，现在遭报应了吧？我们早就看她不顺眼了。这变脸的速度堪比翻书，我心里一阵冷笑。这群所谓的名媛闺蜜不过是一群趋炎附势的墙头草。苏清月得势的时候他们跟前跟后，苏清月一到他们立刻就划清界限，甚至还要上赶着来踩一脚。没兴趣，我直接拒绝。别啊陈少。李丽急了，我们真的很有诚意的，而且我们还请了一位贵客，他也想见见您。谁？林雨涵林总。我眯起了眼睛，林雨涵？他们怎么会请到林雨涵？林总现在可是金海市最炙手可热的人物，我们也是托了好几层关系才请动的。李丽的语气里充满了炫耀，他听说您也会来才答应的。陈少，您不会不给林总这个面子吧？我瞬间就明白了，这不是什么赔罪宴，这是一场鸿门宴。这群女人是想借着给我赔罪的名义来巴结讨好林雨涵，甚至他们可能还想看一出我这个前未婚夫和林雨涵这个新晋女王之间会擦出什么火花的戏码。有意思，地址发我。我说挂了电话，我给林雨涵发了条微信，晚上有空吗？陪我参加个宴会。几乎是秒回，什么宴会？鸿门宴。那边沉默了片刻，回了一个字，好。晚上7点青城会所，我穿着一身休闲装，开着林雨涵那辆平平无奇的保时捷帕拉梅拉来到了会所门口。是的，自从我的黑客身份曝光后，林雨涵就强行把这辆她不怎么开的车给了我，美其名曰方便出行。我刚停好车，就看到林雨涵从她的玛莎拉蒂上下来。她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露肩晚礼服，长发挽起，露出了修长白皙的脖颈，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红唇似火，气场全开，一出场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你怎么穿成这样？她看到我这一身休闲装，皱了皱眉。赴宴啊！我摊手，她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忍住了，只是叹了口气。算了，走吧。她很自然地挽住了我的胳膊，我能感觉到她挽住我胳膊的手有些用力，似乎在紧张。我低声在她耳边说，别怕，今天我给你撑腰。她的身体一僵，耳根又红了。我们一走进包厢，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了过来。包厢里坐着10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为首的正是李丽。看到我们进来，李丽立刻堆着笑脸迎了上来。哎呀，林总陈少，你们可算来了，快请坐。她的目光在我俩挽着的手臂上停留了1秒，眼底闪过一丝惊讶和嫉妒。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林总风雨科技的总裁，这位是陈少。李丽的介绍意味深长，在座的女人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好奇和探究，她们大概都在猜测我这个苏清月的前未婚夫怎么会和林雨涵一起出现关系，还如此亲密。陈少，林总快请上座。李丽热情地把我们引到主位，我和林雨涵坐下后，立刻就有人给我们倒酒。陈少，我们姐妹们以前不懂事，多有得罪，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我们先自罚3杯给您赔罪。李丽带头，一群女人纷纷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我靠在椅子上没说话也没动。林雨涵看了我一眼，端起面前的果汁，淡淡的说，陈峰他不喝酒。包厢里的气氛
人瞬间有些尴尬。李丽的笑脸僵在脸上。林总，今天是给陈少赔罪的，不喝酒怎么能行呢？我说他不喝。林雨涵的语气冷了下来，女王的气场全开。怎么你有意见？李丽被他看得心里发毛，连忙摆手，没意见。陈少随意。一场闹剧就这么被林雨涵轻描淡写的化解了。我看着身边这个一脸清冷却在不动声色维护我的女人，心里流过一阵暖意。接下来的时间就成了这群女人的表演，她们变着法地吹捧林雨涵，讨好我，从夸林雨涵年轻有为到骂苏清月有眼无珠。我全程没怎么说话，只是偶尔吃点东西。看着他们拙劣的表演，林雨涵也显得兴致缺缺，只是出于礼貌偶尔应付两句。酒过三巡，李丽终于图穷匕现。林总，我们公司最近在策划一个新媒体项目，想跟风雨科技合作，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没兴趣。林雨涵直接拒绝。李丽的脸色一白，另一个女人不甘心地说：林总，我们真的很有诚意的，价格方面都好说，只要您点头，我们什么条件都答应。我说没兴趣。林雨涵放下手里的果汁，眼神冷了下来。我风雨科技不和没有信誉的人合作。她的话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了在场所有女人的脸上，她们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难看到了极点。林总，您这是什么意思？李丽终于忍不住了，站了起来。我们是真心想跟您合作的，您就算看不上我们，也不用这么羞辱人吧？羞辱？林雨涵冷笑一声，当初你们跟着苏清月一起打压风雨科技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是在羞辱我？现在苏清月倒了，你们就想来抱我的大腿了？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李丽被对得哑口无言。还有，林雨涵站起身走到我身边，当着所有人的面握住了我的手。他是我的男人，以后谁要是再敢在他面前嚼舌根说三道四，就别怪我不客气。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冰锥一样扎进了在场所有人的心里。整个包厢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看着林雨涵那张写满了护食的脸，看着我这个被他官宣的男人。我反手握住他的手，十指相扣，然后我看着那群脸色惨白的女人笑了。我老婆的话都听到了吗？老婆。李丽像是被雷劈了一样结结巴巴地吐出这两个字，其他女人的表情比她好不到哪里去，一个个张大了嘴，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陈峰和林雨涵是夫妻，这个消息比苏家倒台还要劲爆。苏清月的前未婚夫竟然成了她死对头的丈夫，这是什么魔幻现实主义剧情？怎么有问题？我挑了挑眉，将林雨涵往我怀里拉了拉。林雨涵的身体一僵，脸颊瞬间飞上两抹红霞，但她没有挣扎，反而顺势靠在了我的肩膀上，摆出了一副小鸟依人的姿态。虽然她这副模样怎么看怎么别扭，没问题。李丽的头摇得像拨浪鼓，恭喜陈少，恭喜林总，你们真是天作之合。她的声音都在发抖，她终于明白自己今天办的这场鸿门宴是多么的可笑。她以为自己是在巴结两条大腿，结果这两条大腿本来就是一对。她还想看陈峰和林雨涵的好戏，结果自己却成了最大的笑话。既然没问题，那我们就先走了。我懒得再跟他们废话，拉着林雨涵就往外走。陈少，林总慢走。身后传来了一片此起彼伏的、充满了敬畏和恐惧的恭送声，直到坐进车里，林雨涵才像触电一样猛地甩开了我的手。谁让你乱说话的？她又羞又恼，脸红的像要滴出血来。我乱说什么了？我发动车子，好笑的看着她。我们不是合法夫妻吗？我叫你老婆有什么问题？可我们是协议结婚，协议上写了不许叫老婆吗？她又被我噎住了，气鼓鼓的瞪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看着她这副模样，我心情大好。好了，不逗你了。我腾出一只手揉了揉她的头发，刚才谢谢你。她的头发很软，手感很好。她的身体一颤，像是被我的动作惊到了，但没有躲开。谢我什么？她小声说，谢谢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是你的男人，我说的是真心话。虽然我知道她那么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在商业对手面前立威，但那一刻她站在我身边，坚定地握住我的手，宣告主权的样子真的很帅，也很让我心动。车里的气氛再次变得暧昧起来。她没有说话，只是把头转向窗外，看着飞速倒退的夜景。我能看到她的耳根依旧是红的。回到家一进门，她就逃也似的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我看着她落荒而逃的背影，笑着摇了摇头。这只纸老虎真是越来越可爱了。我洗完澡躺在床上，收到了老王发来的消息，少爷倾城会所的事我已经听说了，您和少夫人感情进展神速啊。后面跟了一个奸笑的表情。别评，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都办妥了。那几个女人家的公司我都派人去拜访过了，保证他们以后再也不敢出现在您和少夫人的面前。另外少爷，苏清月那边好像有点不对劲。怎么了？她被保释出来了，是她在美国的舅舅动用了一些关系，不过她现在已经被限制出境，苏家也彻底破产了。按理说她应该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是老王发来了一段监控视频，视频里苏清月戴着墨镜和口罩走进了一家私人侦探社。我眼神一冷，这个女人还不死心，她想查什么？查我还是查林雨涵？老王少爷，要不要我派人？我不用让她查，我倒想看看她能查出什么花样来。一个连我真实身份都不知道的女人，就算请再厉害的私家侦探又能查到什么？无非就是我这3年在风雨科技当小职员的履历罢了。我关掉手机，闭上了眼睛，一场好戏似乎才刚刚拉开序幕，而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第二天，公司里关于我和林雨涵的传闻又升级到了一个新的版本，从秘密情人直接变成了隐婚夫妻。毕竟昨晚在倾城会所，那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现在整个公司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敬畏，没人再敢叫我陈峰，全都毕恭毕敬地称呼我一声陈先生。就连档案室的刘姐给我倒水的时候手都有些抖。我乐得清闲，依旧每天喝茶看报。林雨涵似乎也默认了我们关系的半公开化，虽然在公司他依旧是那个高冷的林总，但偶尔他会借着视察工作的名义来档案室偶遇我，然后在刘姐恨不得把头埋进地里的背景下跟我说上几句公事，比如陈峰下班等我一起走，或者陈峰今晚我想吃糖醋排骨。我知道这只冰山猫正在用它自己别扭的方式一点点地向我靠近，而我也很享受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感觉。这天下午，我正在档案室闭目养神，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让我无比厌恶的声音：陈峰，是苏清月。她的声音沙哑怨毒，像一条躲在暗处的毒
无舌。有事，我连眼皮都懒得抬。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他冷笑着看着我一无所有，看着你和林雨涵那个贱人双宿双飞。我告诉你陈峰，你别高兴得太早，我失去的一切我会亲手加倍的拿回来，是吗？我轻笑一声，我拭目以待。不过我猜你可能没这个机会了。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懒得跟他废话。如果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说这些，那我就挂了。等等，他急忙喊道：“陈峰，我们见一面吧。”没必要，我手里有你感兴趣的东西。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诡异的得意。关于你那位好老婆林雨涵的秘密，你难道不想知道吗？林雨涵的秘密，我心里一动。什么秘密？见了面你就知道了。他报出了一个地址，是一家咖啡馆，我只等你半小时。说完他就挂了电话。我看着手机眯起了眼睛。苏清月这个女人又想耍什么花样？林雨涵能有什么秘密？她的所有资料老王早就查得一清二楚了，家世清白，履历干净，除了有点工作狂，没有任何黑点。不过既然苏清月主动送上门来，我倒不介意去看看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跟刘姐打了个招呼，提前下了班，来到约定的咖啡馆。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苏清月。几天不见，她憔悴了很多。曾经那个光彩照人的天之娇女，现在看起来就像一朵枯萎的花，只有那双眼睛里还燃烧着不甘和怨毒的火焰。你来了。她看到我，扯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我拉开椅子，在她对面坐下。说吧，什么秘密？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包里拿出几张照片推到我面前。照片上是林雨涵，背景是一家医院，其中一张照片林雨涵正从妇产科的诊室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化验单，脸上的表情充满了茫然和无措。我瞳孔一缩，这是什么？看不懂吗？苏清月得意地笑了起来，这是我花大价钱从私家侦探手里买来的。你那位冰清玉洁的老婆林雨涵，在你之前就有别的男人了。她凑近了些，压低声音，一字一顿地说，而且她还怀了那个野男人的孩子。你以为她为什么会找你这个废物接盘？因为她肚子里的孩子需要一个便宜爹。陈峰，你被骗了，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大头。他说完畅快地大笑起来，仿佛已经看到了我暴跳如雷去找林雨涵算账的场景。然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脸上没有一丝他预想中的愤怒和震惊，只有怜悯。说完了，我问，我的平静让苏清月的笑声戛然而止。你不信？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我信。我点点头。那你为什么？我为什么不生气？我替他说完了后半句，因为我知道这件事。你知道？他彻底愣住了。不但知道，我还是默许的。我靠在椅背上慢悠悠地说，因为那个所谓的野男人就是我。不可能！苏清月尖叫起来，引得咖啡馆里的人纷纷侧目。你们才认识多久？怎么可能？谁告诉你我们才认识不久？我看着他像在看一个白痴。苏清月，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愚蠢又自大？你以为你查到的就是全部的真相？他被我堵得说不出话，脸色长成了猪肝色。我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苏清月，游戏结束了，你找私家侦探调查我妻子的隐私已经触犯了法律，我会让我的律师给你寄传票。至于你，我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会看上林雨涵吗？因为她比你干净，无论是身体还是心，而你从里到外都脏透了。说完，我不再看他一眼，转身离开了咖啡馆。身后传来了他歇斯底里的尖叫和哭喊，但我已经不在乎了。一个跳梁小丑的哀嚎不值得我浪费任何情绪。我坐进车里，却没有立刻发动。我看着那几张照片，眼神变得深邃。林雨涵怀孕了，什么时候的事？我为什么不知道？难道那天晚上在天台？一个荒唐但又极有可能的念头在我脑中成型。我立刻拨通了老王的电话，给我查林雨涵最近所有的行踪，尤其是他去过几次医院。老王的效率一如既往的高，不到10分钟，一份详细的报告就发到了我的邮箱。我点开报告，目光死死地锁在其中一行字上：1个月前，林雨涵小姐因急性肠胃炎入院，经检查确认怀孕4周。我飞快地计算着时间，那天晚上在天台，林雨涵对我说她可以嫁给我，而那之前的1个月，公司举办了一次庆功宴。那晚所有人都喝多了，包括林雨涵。作为公司老板，我自然也被拉着灌了不少酒。后来的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我好像扶着醉得不省人事的林雨涵回了她常住的酒店套房。记忆的碎片开始在脑海中拼接，黑暗的房间，凌乱的衣物，女人的喘息和自己失控的冲动。我猛地一拳砸在方向盘上，喇叭发出了刺耳的鸣叫。原来是这样，我一直以为那晚只是一个荒唐的梦，没想到竟然是真的。而林雨涵这个傻女人，她发现自己怀孕后竟然没有来找我，她甚至都不知道那晚的男人是我。她以为自己是被不知名的混蛋占了便宜，怀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她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迷茫无措，甚至绝望。所以当她看到我站在天台边缘，以为我也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才会那么冲动地说出我嫁给你这样的话。她不是在找接盘侠，她是在找一个同类，一个和她一样被生活逼到绝境，可以相互取暖抱团求生的同类。她以为她在拯救我，其实她也是在拯救她自己。想通了这一切，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心疼，前所未有的心疼。我发动车子，一脚油门踩到底，保时捷像一支离弦的箭，朝着云顶天宫的方向疾驰而去。我必须马上见到他，立刻马上！我用最快的速度冲回家，一脚踹开大门。林雨涵，客厅里空无一人。林雨涵，我冲到主卧门口，用力地拍着门。林雨涵，你开门！门内没有任何回应，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我的心头。我不再犹豫，后退2步，然后我的一脚踹在了门锁上，实木的门板被我硬生生踹开。房间里窗帘紧闭，一片昏暗。林雨涵穿着睡衣蜷缩在床上，身体不停地发抖，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纸。床边的地毯上散落着一个空了的药瓶，安眠药。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林雨涵，我冲过去将她从床上抱起来，她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却冰冷得像一块寒冰。我抱着她用最快的速度冲下楼，冲进车里。老王给我联系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马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对着蓝牙
牙耳机咆哮：“少爷出什么事了？我老婆出事了！快！”我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剧烈的颤抖。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感到如此的害怕，我害怕我会失去她。我看着怀里陷入昏迷的女人，眼眶瞬间就红了。林雨涵，你给我撑住！你听到了没有？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死！医院抢救室的灯亮了足足3个小时，我像一尊雕像站在走廊里一动不动。老王带着一群穿着黑西装的保镖守在我的身后，将整个楼层都清空了。时间1分1秒的过去，每一秒都像1个世纪那么漫长。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全是林雨涵那张苍白的脸和她蜷缩在床上的那个无助又绝望的背影。我不敢想，如果我晚回去一步会是什么后果。我甚至不敢想，她一个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吞下那整瓶的安眠药。苏清月今天找过我，她一定也找过林雨涵。那个恶毒的女人一定是对她说了什么，一定是她把林雨涵逼上了绝路。苏清月，我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名字，滔天的恨意和杀气从我心底涌起。老王，我开口，声音嘶哑的不像自己的。少爷，我在，让苏清月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我说的风轻云淡，但老王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他跟了我爸半辈子，见过太多大风大浪，但此刻他还是被我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几乎要将人吞噬的戾气，惊得心头一颤。是少爷。他没有多问，只是恭敬地低下头。我马上去办。就在这时，抢救室的门开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医生走了出来。我猛地冲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他怎么样了？老医生被我吓了一跳，看清是我之后才松了口气。这位是院长，也是我们陈家的私人医生。陈少，您别激动。院长摘下口罩，擦了擦额头的汗。少夫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幸好送来的及时药量也还没到致死量，洗胃之后已经稳定下来了。我紧绷的身体瞬间一软，差点瘫倒在地。老王眼疾手快地扶住了我。谢谢谢谢，我语无伦次地说。不过院长话锋一转，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病人的情绪很不稳定，有严重的抑郁倾向，而且她怀孕了。这次的药物对胎儿有一定影响，虽然我们已经尽力保住了，但后续还需要密切观察。最重要的是，院长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丈夫您要多关心一下她的心理状况，孕期抑郁不是小事，再加上这次的刺激很容易在做傻事。我明白。我点点头，声音沙哑。我能进去看看她吗？可以，她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不过她刚睡着，您尽量别吵醒她。我跟着护士来到了顶层的 VIP 病房，林雨涵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脸上还戴着氧气罩，手背上扎着针，正在输液。她的脸色依旧苍白，眉头紧锁，似乎在梦里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挥了挥手，让所有人都出去。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她。我搬了张椅子坐在她的床边，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她。我伸出手想去抚平她紧皱的眉头，却又怕惊扰到她，我的妻子，我的孩子的母亲。我甚至都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她这个事实，我这个丈夫当的是多么的不称职。我在她的床边守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她的睫毛才轻轻地颤动了一下，然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神先是茫然，在看清我之后，瞬间变得惊恐和抗拒。她猛地坐起来，拔掉了手背上的针头，就要下床。你别碰我！她尖叫着，像一只受惊的小兽。雨涵，我冲过去按住她的肩膀，你冷静点，这里是医院，放开我！她用力地挣扎着，拳头雨点般的落在我身上。你滚！我不想看到你！你们都滚！她的情绪完全失控了，是我不好，是我没保护好你。我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任由她捶打着我的胸口。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道歉似乎让她愣了一下，她的动作渐渐停了下来。你都知道了？她在我怀里小声地问，声音里充满了绝望。我点点头，下巴抵着她的头顶。我都知道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她的声音带上了哭腔。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了算了？我这么脏，我怀了别人的孩子，我没脸活下去了。傻瓜！我收紧手臂，将她抱得更紧。那个男人不是别人，是我。她的身体猛地一僵，她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写满了震惊和迷茫。你说什么？我说。我低头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无比清晰地说，那晚的男人是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尘封我的亲生骨肉。林雨涵彻底傻了，她就那么呆呆地看着我，眼睛一眨不眨，仿佛想要从我的脸上分辨出这句话的真假。不，这不可能。她喃喃自语，拼命地摇着头。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记得我捧着她的脸，强迫她看着我，我记得每一个细节。那天晚上你穿着一条红色的裙子，喝醉了抱着我不肯松手，嘴里不停地喊着热。别说了。她猛地捂住耳朵，像是被我的话刺痛了。你别说了。雨涵看着我，我拉开她的手，目光温柔而坚定。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这是一场意外，但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她给了我们一个孩子，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我拉着她的手，轻轻地放在她平坦的小腹上。你感受到了吗？她在这里。她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从她的眼眶里滚落，不是绝望的泪水，而是夹杂着震惊、委屈、后怕和一丝微弱希望的泪水。她再也忍不住扑进我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她把这段时间所有的恐惧、委屈、不安全都发泄了出来。我抱着她，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就像在安抚一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哭吧，哭出来就好了，我再别怕。她哭了很久很久，直到声音都沙哑了，才渐渐停了下来。她趴在我的怀里，身体还在微微抽噎。那苏清月她骗你的。我轻声说，她从私家侦探那里只查到你去医院的照片，她根本不知道那晚的人是我，所以就编造了谎言，想刺激你，想看我们反目成仇。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不是魔鬼，是人心。听到苏清月的名字，林雨涵的身体又开始发抖。她昨天来找我了，她把照片甩在我脸上，说我不干不净，说你只是在玩弄我，等孩子生下来就会把我一脚踢开。她说像我这样的女人只配去死。我的心又是一阵刺痛。我无法想象，当林雨涵听到这些恶毒的诅咒时，她的内心是何等的崩溃。我捧起她的脸，用指腹轻轻拭去她脸上的泪痕。雨涵，听着，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欺负你，别人谁都不行。至于苏清月，我顿了顿，眼神一冷，她再也没有机会出现在你面前了。林雨涵似乎从我的话里听出了什么，有些不安地看着我。你把她怎么了？我只是让她去了她该去的地方。我没有多说，只是岔开了话题。你饿不饿？我让老王送点吃的过来。她摇摇头，然后又
又点点头。他现在的情绪还很混乱，我扶着他躺下，帮他盖好被子。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我走出病房，老王立刻迎了上来。少爷，少夫人她没事了。我松了口气。苏清月呢？老王的眼神变得有些复杂。少爷，苏家的人报警了，说苏清月失踪了。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我们的人做得很干净。老王压低声音说，他现在应该已经在太平洋的某个深海里喂鱼了。很好。我的脸上没有一丝波澜。对于想伤害我妻子和孩子的人，我从来不会心慈手软。另外，少爷，老王迟疑了一下，还是开口了。老爷和夫人已经知道少夫人怀孕的事了，他们正在从国外赶回来，预计明天下午到。我就知道这么大的事瞒不过那两个老狐狸。知道了。我有些头疼的揉了揉太阳穴。一场家庭风暴看来是免不了了。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照顾好林雨涵。我让老王去准备了一些清淡的孕妇餐，端回病房的时候，林雨涵已经睡着了。或许是心结解开，她这次睡得很安稳，眉头也舒展开了。我坐在床边看着她恬静的睡颜，心里一片柔软。从天台上的那次误会开始，到现在的生死相依，我们之间仿佛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电影，而现在电影终于迎来了它该有的结局。我低头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印上一个吻。晚安，老婆，还有我们的宝宝。林雨涵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这半个月我推掉了所有的事情，寸步不离地守着她。我的黑客身份也正式宣告退休。我陈峰现在的唯一身份就是林雨涵的丈夫以及一个24孝好老公，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准备营养餐，陪她散步，给她讲笑话。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她的气色一天比一天好，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虽然她大部分时间还是习惯性地板着脸，但那双眼睛里的冰冷已经彻底融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和依赖。她会开始对我颐指气使。陈峰，我渴了，要喝鲜榨的橙汁。陈峰，这个苹果太酸了，给我换一个甜的。陈峰，你过来给我按按腿。而我总是乐此不疲。遵命，老婆大人。老王每次看到我们相处的模式都一脸的没眼看，他总是在背后偷偷跟我说，少爷您这哪是娶了个老婆，您这是娶了个祖宗回来供着。我只是笑笑不说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们不懂我有多享受这种被他奴役的感觉。这天我正在给他削苹果，他突然开口，陈峰，你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又来了。不过这一次他的语气里没有了之前的震惊和探究，只有纯粹的好奇。我知道是时候跟他坦白了。我叫陈峰，天启集团的唯一继承人。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他，说的云淡风轻。林雨涵咬苹果的动作顿住了，他看着我眨了眨眼，似乎在消化这个信息。天启集团这个名字对于任何一个在商界的人来说都如雷贯耳，那是真正的金字塔顶端的存在。所以他过了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风雨科技的天使投资是你投的？云顶天宫的楼盘是你们家开发的？对，我开的玛莎拉蒂，你开的帕拉梅拉，都是你们家旗下汽车品牌的。是的。林雨涵不说话了，她只是默默的一口一口的啃着手里的苹果，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我有些紧张的看着她，你生气了？她摇摇头。我在想，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无比认真。我当初是不是应该直接给你卡里打1个亿？我一脸懵，50万是不是太少了点？她一脸懊恼，显得我这个老板好小气。我看着她这副模样，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林雨涵被我笑得有些恼羞成怒，拿起枕头就朝我砸了过来。不许笑！我抓住枕头，顺势将她拉进怀里。老婆，你真是太可爱了。我低头吻住了她的唇，她先是僵了一下，然后笨拙地回应着我。这是一个迟来了很久的吻，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失而复得的珍重。一吻结束，我们都有些气喘。她靠在我的怀里，脸颊绯红。那你爸妈他们明天就到了。我说，她的身体瞬间又僵硬了。他们会喜欢我吗？她有些不安地问。放心，我刮了刮她的鼻子。我妈要是知道你给我生了个大胖孙子，她能把你宠上天。谁说是孙子了？她小声地嘀咕。万一是女儿呢？女儿更好。我笑着说，女儿像你一定很漂亮。我们正说着，病房的门突然被推开了，一对气场强大的中年夫妇在老王的带领下走了进来。男的穿着一身定制的手工西装，不怒自威；女的穿着优雅的香奈儿套装，雍容华贵，正是我的父母陈天启和秦岚。完了，说曹操，曹操到。我妈一进门就跟没看到我一样，径直冲到了林雨涵的床边。哎呦，这就是我的儿媳妇吧，长得真俊。她一把抓住林雨涵的手，那叫一个亲热。闺女，你受苦了，都怪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把你给委屈成这样。林雨涵被我妈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搞得手足无措。阿姨叫什么阿姨叫妈？我妈瞪了我一眼。陈峰，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你媳妇倒水！我爸则是背着手走到我面前，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冷哼一声，臭小子出息了，不声不响就给我搞出个孙子来。虽然是骂我，但那上扬的嘴角怎么都藏不住。我看着眼前这鸡飞狗跳但又无比温馨的一幕，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安宁和满足。我的那场无聊的人生体验游戏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我真正的幸福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林雨涵出院后，我们没有回云顶天宫，而是直接被我妈打包带回了陈家老宅。那是一座占地几千平米的庄园，管家、保姆、园丁、保镖加起来比风雨科技的员工还多。林雨涵第一次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持续性的蒙圈状态。她被我妈拉着参观了我的衣帽间，堪比一个奢侈品商场；参观了我的车库，停满了各种限量版的超跑，比车展还夸张；参观了我的酒窖，珍藏着全世界各地的名酒，价值连城。每参观一个地方，她的表情就麻木一分。最后，她把我拉到一边，用一种梦游般的语气问我：“陈峰，你们家是做什么的？不是跟你说了吗？做点小生意。你管这个叫小生意？”她指着不远处正在修剪草坪的机器人，声音都在飘。那个机器人是波士顿动力的最新款吧？还没上市的那种。我爸跟他们老板熟，提前拿了几台回来玩玩。林雨涵不说话了，她觉得她的世界观可能需要重塑一下，而我妈对这个儿媳妇是满意到了极点，尤其
其是在知道林雨涵怀的是双胞胎之后，更是把她当成了国宝一样供着，每天燕窝鲍鱼的喂着，生怕她营养跟不上，甚至还专门从国外请来了一个顶级的营养师团队，24小时待命。林雨涵这个冰山女王，在我妈面前完全没有了脾气，只能乖乖的被投喂被安排。我爸虽然表面上不说，但行动却很诚实，他直接把天启集团旗下一个前景最好的新能源项目划到了林雨涵的名下，美其名曰给未出世孙子的见面礼。林雨涵看着那份价值上千亿的股权转让出手都在抖，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朴实无华的豪门生活，而我则彻底沦为了家里的边缘人物。我妈嫌我碍事不让我靠近林雨涵，怕我毛手毛脚伤到她；我爸嫌我游手好闲，天天逼着我去公司学习业务。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娶了媳妇忘了。这天我好不容易从公司溜回来，想跟老婆亲热一下，结果刚进门就被我妈拦住了。你回来干什么？公司的事都忙完了。妈，我想看看雨涵。看什么看？她刚睡下，你别去吵她。我妈像老母鸡护崽一样把我往外推，我无奈只能在客厅坐下。过了一会儿，林雨涵从楼上下来了，她穿着宽松的孕妇裙，小腹已经微微隆起，看到我她眼睛一亮，快步朝我走来。你回来了，慢点慢点。我妈和我同时惊呼出声，我赶紧迎上去扶住她。你怎么下来了？不多睡会儿，睡不着想你了。她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我妈在一旁露出了姨母笑。行了行了，你们小两口腻歪吧，我去做饭。我妈走后，我拉着林雨涵在沙发上坐下。在家里住的还习惯吗？我问。她点点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就是有点太夸张了，很快就习惯了。我笑着说，我们依偎在一起说着话，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岁月静好。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老王打来的。少爷有个好消息。老王的声音充满了喜悦。什么好消息？风雨科技成功上市了。我愣了一下，风雨科技上市了？我怎么不知道？就在刚刚的斯达克敲钟，因为之前新海湾和新能源项目的加持，再加上天启集团在背后的推动，风雨科技的股价开盘就暴涨了300%。现在少夫人的身价已经超过1000亿了，她成了那斯达克历史上最年轻的1000亿女富豪。我看着身边正一脸好奇的看着我的林雨涵，突然笑了。我这位老婆还真是总能给我带来惊喜。知道了，我挂了电话。怎么了？林雨涵问。没什么。我摇摇头，把她抱进怀里，就是想告诉你，老婆，你现在可是1000亿富婆了。她一脸茫然。我把手机上的新闻递给她看，看着那刺眼的标题和自己暴涨的身价，林雨涵再次陷入了沉默。过了好半天，她才抬起头，看着我无比认真地说：陈峰，以后我养你啊。我看着她那张写满了我超有钱快来吃软饭的脸，再一次笑出了声。1年后，金海市第一医院 VIP 产房外，我爸、我妈还有老王以及一大群保镖，把整个走廊堵得水泄不通，所有人都一脸紧张地盯着产房紧闭的大门。怎么还没出来啊？这都进去5个小时了。我妈急得直跺脚，生孩子哪有那么快的？我爸虽然嘴上这么说，但那紧握的拳头也暴露了他的紧张。我更是坐立不安，在走廊里来回踱步，额头上全是冷汗。就在这时，哇的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声从产房里传了出来，紧接着又是一声、2声，我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门开了，护士抱着2个襁褓走了出来。恭喜陈先生、陈总，是龙凤胎母子平安。我妈和我爸立刻冲了上去，一人抱过一个，笑得合不拢嘴。哎呦，我的大孙子，我的乖孙女！我却没管孩子，直接冲进了产房。林雨涵躺在病床上，头发被汗水浸湿，脸色苍白，但眼神却亮得惊人。看到我进来，她虚弱地笑了笑。陈峰，我冲过去握住她的手，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老婆辛苦你了。我低头在她的唇上印下了一个又一个带着泪水的吻。不辛苦。她抬起手轻轻地擦去我脸上的泪。你看他们多可爱。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我爸妈正抱着2个小家伙凑到床边，一个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一个粉嫩嫩的像个小公主。这就是我的孩子。我伸出手，小心翼翼地碰了碰儿子的脸，小家伙立刻不满地撇了撇嘴。我又去碰女儿的脸，小丫头却像是感应到了什么，对着我咧嘴笑了。我的心瞬间就化了。老婆，我回头看着林雨涵，无比认真地说：谢谢你，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3年后，风雨科技的顶层办公室，林雨涵正坐在办公桌后处理着文件。她现在已经是商界真正的女王，杀伐果断，雷厉风行，但只要一回到家，她就会变回那个会对我撒娇，会赖在我怀里不肯起床的小女人。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我牵着2个粉雕玉琢的小团子走了进来。妈妈，2个小家伙挣开我的手，像2只小炮弹一样冲向了林雨涵。林雨涵立刻放下手里的文件，张开双臂将2个小家伙抱进怀里。想妈妈了没有？想了。兄妹俩异口同声的回答。妈妈亲亲。女儿仰着小脸撒着娇。林雨涵笑着在2个小家伙的脸上一人亲了一口。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老婆该下班了。她点点头，关掉电脑。我们一家4口手牵着手走出了办公室。夕阳的余晖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看着身边笑靥如花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儿女，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满足。我的人生曾经是一场荒诞的独角戏，而现在因为有了他们，才变成了一部最动人的合家欢。真好。